大家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葫芦七兄弟，你从未看懂的中国神话政治学。这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童年就回来了。有一座山，七粒子，一对妖精，它曾是我们最简单、最纯粹的童年英雄梦。但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从未真正看懂这部动画片。它不只是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低幼故事，它是一部深刻的、充满东方智慧与政治哲思的中国神话，一个永恒的谜团。为什么拥有7种绝世神力的葫芦七兄弟，却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必须牺牲个体，才能合体为一，最终胜利？这不仅仅是剧情的需要，它在用一种最古老、最隐晦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关于权力如何分配、力量如何整合，以及一个社会如何实现自身的救赎。他用7个孩子的命运，隐喻了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经历的7个试炼。今天，让我们撕开童年的滤镜，用2025年的视角，重读这7个葫芦娃7重权力预言。文化哲学：葫芦山与东方宇宙观。葫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非凡，它不仅象征福禄多子，更被道家视为内含乾坤、容纳万物的宇宙容器。葫芦娃从葫芦中诞生的过程，隐喻了本土生命力的自然觉醒。七娃的7色和7种本领，并非随意设定，它们暗合了传统文化中对七情六欲、五行八卦的理解，7种元素力量的聚合，正是东方哲学追求的阴阳平衡与和谐圆满的体现。葫芦山即是社会与国家的微缩模型，其内部充满矛盾与挑战，但目标始终是归于稳定与统一。这种哲学思维奠定了故事的基调，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于最终融入道的整体。人性寓言：不完整的个体与自我的整合。葫芦七兄弟是不成熟、碎片化人心的具象化，他们个体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但与此同时，个体的性格缺陷也暴露无遗。大娃的力量是鲁莽，大娃变大被困，纯粹的力量若缺乏对环境和计谋的判断，反成桎梏。二娃的智慧是易受欺骗，二娃被毒烟迷眼。信息是双刃剑，过度依赖感知，容易被虚假信息、毒烟所迷惑和麻痹。三娃的防御是骄傲自大，三娃被如意砸中，刚不可久，绝对的防御只能依赖外力，而外力最终会被特权所瓦解。四娃的热情是易被诱惑，四娃五娃被诱惑，情绪化的爆发力和流动性最容易被贪婪和诱惑所掌控。六娃的机智是单打独斗，他们个体的失败证明了任何单一的片面的能力或人格都无法抵抗世界的复杂与邪恶。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隐喻，一个人要想成熟，必须经历自我的整合。7个碎片化的我必须放下自身的缺陷和傲慢，才能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心智完善、能力圆融的完人。统治与掠夺：妖精夫妇的权力模型。蛇精和蝎子精象征着旧有的、腐朽的、以掠夺为生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他们的目标不是发展，而是永生和长生不老。这象征着对财富和权力的无限占有欲，对社会资源和时间的绝对垄断。他们的山洞是财富和资源的集中地，被巨大的石门和法术保护着。与山下爷爷的茅草屋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比与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宝权力工具的延伸，如意是特权的象征，能让一切愿望凌驾于规则之上，代表权力滥用与制度豁免、暗箱操作和规避公众监督。他们不靠自身能力，而靠体制工具来维持压迫。小妖们则代表基层统治机构，他们是核心权力链条上的帮凶，执行压迫、维护不公、反抗的起源。爷爷与自然的呼唤，善良的爷爷是被压迫者中最纯粹的道德核心，它代表着社会最朴素的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他的被抓是正义和善良遭受压迫的具象。葫芦娃们为救爷爷而战，本质上是民间力量为拯救道德与良知，向特权阶层发起的反抗战争。这种反抗力量源于自然，源于正义的呼唤，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正是它与腐朽旧权力最大的区别。现在让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解读。如果我们将葫芦山视为当代中国社会，那么七兄弟的失败正是我们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7个结构性挑战。我们需要这7种力量，但它们必须被正确的运用和整合，才能战胜不平衡不充分的妖精。大娃经济的硬实力与规模，大娃的蛮力象征经济体量、基础设施和投资驱动的硬核增长。它的被困警示我们，经济的盲目、粗放式扩张，缺乏精细化管理和战略深度，容易陷入产能过剩或无效投资的僵局。强大的体量若不能转型升级，反而会成为自身的负担和被限制的囚笼。二娃信息的透明化与监督机制，二娃的眼耳象征舆论监督。反腐机制和信息的透明化，它的失败中毒则警示信息通道若被毒物干扰或屏蔽，即使有最强的感知力，也可能沦为谎言的受害者。
无法分辨真假，使公平正义陷入失明，这关乎治理的知情权以及权力在暗处运作的风险。三娃，法治与制度建设的刚性。三娃的铜头铁臂象征法律、制度和国家体制的防御力，它的失败是最大的讽刺。再坚固的制度也会因权力寻租、特权干预而产生制度漏洞，最终被内部的腐朽力量所击穿。制度必须具备韧性，而非仅仅是硬度。四娃，创新驱动与改革的热情。四娃的喷火象征科技创新、改革的热情与爆发力，它的失败被冷水浇灭，是创新精神被僵化思维、保守力量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冷水所扼杀。改革需要持久的热情，但这种热情最容易被复杂的现实和沉重的阻力所消耗，导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五娃，金融流动性与资源配置。五娃的喷水象征金融资本、市场流动性和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它的失败被吸入宝瓶，警示我们：资本市场若缺乏有效监管，流动性可能被吸血鬼式的垄断力量或金融泡沫所吸走，导致实体经济枯竭，加剧社会财富的虹吸效应。六娃，市场活力与民间力量。六娃的引申和机制象征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和底层人民的活力与创造力。它的失败单打独斗，警示灵活的民间力量虽充满生机，但如果缺乏被制度保护和纳入体制的渠道，容易独来独往，被边缘化，难以汇聚成对抗系统性风险的强大合力。力量虽强，但容易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七娃，公权力与凝聚力。七娃的宝葫芦象征核心的公权力或治理核心拥有收拢一切的最终能力。它最危险的失败是被妖精控制，这象征着核心权力若被不当思想、不法力量或内部错误所渗透和掌控，其巨大的凝聚力反而会成为压制良善的工具，这是对社会安全最大的威胁。总结，七兄弟的单体失败映射了我们过去发展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要实现最终胜利，必须进行七大能力的彻底整合与升级。合体的终极预言，葫芦娃们的合体本质上是一次社会的最高整合与系统升级。它意味着所有个体都必须放下自身的傲慢和缺陷，将自己的能力无私地奉献给共同体。这不是简单的力量相加，而是权力结构、社会资源和制度能力的有机融合，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系统性思维葫芦小金刚象征着系统性全面性的治理，它不再是单一能力的胜利，而是结构化的整体性的胜利。它代表着消除内耗，实现协同增效的社会治理模式。葫芦小金刚的诞生是对中华民族追求社会圆满、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高期盼。一个真正无懈可击的社会，必须将经济硬实力、信息透明度、坚固的法治、创新的热情、灵活的金融、民间的活力以及公正的公权力融为一体。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我们才能彻底清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妖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与安宁。这是神话的政治学，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整合力量，超越自我，实现圆满。这个童年的神话，实则是一部关于如何治理、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社会救赎的东方政治寓言。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拥有所有的天赋与力量，但挑战始终在于，我们能否战胜自身的弱点，能否放下个体的偏执，将力量融合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在2025年的今天持续思考的问题。